Hello Hello， 胖妮儿来喽！继续跟胖妮聊剧看人生，订阅胖妮，更新不迷路。拖欠了好久的梦华录，终于在今天提上日程了。今天就着梦华录讲讲我的婚姻观。梦华录第1集，3位女主都出场了。赵盼儿精通茶艺，美貌与实力并存。孙三娘自有拿手厨艺，擅长做各种果子。最后出场的是宋引章，3个人里面最小的那个，弹得一手好琵琶，是杭州有名的官营乐伎，卖艺不卖身，不缺钱。但就是这个最小的妹妹，刚出场时就带着一个认识15天的男人来赵盼儿处提亲。宋引章没有亲人，姐姐临死前把她托付给赵盼儿监护，她把赵盼儿当作唯一的亲人。为了名正言顺的嫁人，也必须在赵盼儿这走个过场。引章以为盼儿会轻松答应，毕竟盼儿又不是他亲姐姐。但引章明显低估了提亲的难度，低估了盼儿看人的眼光。引章急于维护男友，赶紧说两人是因戏曲生情，可周舍竟然连这首戏曲中的名句都不知道。尴尬之际，他端起茶杯假意喝茶，可这端茶杯的姿势又出卖了他，是个赌徒。还有他身上的熏香也出卖了他，常去高端青楼，底细已经被盼儿扒得底朝天。可引章仍执意要嫁，甚至背着盼儿和这个男人私奔了。盼儿气得要死，追也没追上。这种上赶着要嫁的姑娘，一般结局也不会太好，甚至要吃大亏。引章的所作所为，把我一个吃瓜群众看的隔着屏幕都急得直跺脚。很多女孩子一谈恋爱，智商就急剧下降，这也就算了，更可怕的是对于婚姻非常草率，光凭一腔热血和执念就奔赴那个男人去了，没有理性的思考，没有冷静的判断，不知道婚姻意味着什么，也听不进去父母家人的建议，最后吃了大亏，追悔莫及。很大程度上，父母反对的男人不能嫁，当然父母本身不靠谱的除外。首先，大部分父母看人的眼光还是比较准的，有句话说出来比较难听，父母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饭都多，他们过的桥比你走的路都多。话糙理不糙，父母阅历比我们丰富，见过更多的人，经历过更多的事，也吃过更多的亏。很多时候他们告诉我们的道理都是智慧的总结，是付出过试错成本的。他们不想眼睁睁看着我们再去犯同样的错。再说了，一个人的言行举止就是他内心的反应，是他家教家风的体现。你找的对象在父母眼里的样子，大概率就是他生活中的样子，甚至比生活中的样子更差。毕竟在你父母面前，他多少还有些伪装和拘谨，除非父母和你刻意过不去，或对他带有主观偏见，否则他们的建议你应该听一听。其次，对于婚姻，父母往往比我们考虑得更现实，更周全。不得不承认，许多女孩子一谈恋爱就对男人自带滤镜，她眼里全是男人的优点，甚至一些缺点也被粉饰成了闪光点。还有，他们考虑问题不成熟，年轻的时候总以为有情饮水饱，什么人品、车子、房子、工作、收入、父母、家庭从来都不考虑。不是说结婚这些东西都必要不可，而是说热恋中的人往往容易忽略一些现实的因素。婚姻光靠情爱是支撑不起来的，应该考虑综合因素。再者，私奔、一意孤行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。如果大家都觉得这个男人不能嫁，那他多少是有问题的，你应该慎重。父母不同意就私奔，看起来很英雄主义、洒脱自由，但这种做法何尝不是一种赌博？用自己的冲动和一意孤行去赌那个男人的良心和明天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。如果运气好，赌赢了，可以回家和父母耀武扬威，显摆自己慧眼如炬。如果赌输了呢，前途尽毁，灰头土脸，一蹶不振，自暴自弃，唉声叹气，自怨自艾。女孩子的一生轰轰烈烈是精彩，但稳中求胜更好，每一步都走得平稳一些，风险自然会小一些。除非你有折腾的资本，不然又何必让自己伤心后悔呢？婚姻这件事
女性始终更容易吃亏。虽说倡导男女平等，但女性在婚姻中的弱势地位可见一斑。她们要生育小孩，教养小孩，兼顾家庭，有时候甚至被迫放弃工作，又没有完善的婚姻保障机制。一旦婚姻触礁，对于物质基础稳固的女性来说，无伤大雅，华丽转身，再觅良人，甚至可以去父留子，老娘一个人照样恣意潇洒。但对于普通女人而言，可能连婚都离不起。这不是个笑话，是许多底层女性命运的写实。所以面对婚姻，我们一定要清醒，哪怕保守一点，也不能豁出去撞得头破血流。宋引章被骗婚，胖妮认为跟他心态太过于消极有关系。他一直耿耿于怀自己贱籍的身份，觉得贱籍就一辈子只能是贱籍，被王公太守取悦。没错，身处贱籍的滋味确实不好受，可是就像赵盼儿说的，你拿着月营发下来的差饷，王公贵人的赏赐，穿金戴银，出进自由，还有丫鬟服侍，比起我们当年已经是神仙日子了。其实只要宋引章愿意多往积极方面思考一下自己的现状，他就不至于慌不择路，不惜用跟渣男结婚的方式改变自己的现状。宋引章会被周舍骗婚，跟他性格里的急功近利有关。他一开始就奔着周舍许诺的脱籍利益而去，并不是纯粹以感情和人品考察为基础，这样的择偶方式本身就有很大问题。最后，胖妮提醒各位小主，无论何时都不要为了男人断自己的后路，好好珍惜那些守在你身后的人，好好珍惜自身的价值。感情这个东西可遇不可求，不要急着做选择，只要你足够优秀，真正适合你的人会在最恰当的时候来到你身边。好了，本期的影片就到这里，喜欢胖妮辛苦给影片点赞，订阅胖妮，下期更精彩。